有声音了吧？好，有声音了哈。好，这样有声音了。好，重来讲一次哈。来哈，看看这个该段没声音，那段可能得到时候把它剪掉了哈。那现在有声音了啦。好了。哦，老师这个礼拜在礼拜五从杭州回来呀，所以说刚刚好躲过那个0度的天气。哦，那个走爬山的爬灵隐寺飞来峰啊，回来脚都还在痛，到现在还在痛，真觉得真的是太不应该了。那个飞来峰那个那个缆车啊，真的是它停止使用，真的是太可恶了，对不对？严重谴责，好吗？哦，那老师回来了哈，那下个月还再去一次哈，下个月我去我就可以怎么样穿厚一点，这次真的是大意的。我出发前3天我还看那个气象报告，他就跟我说那个上海15度，15度8到15度，8度已经是晚上我又不出去，对吧？早上15度跟台湾也差不多，没啥了不起的。结果去变6度，我真觉得这是不老实的气象报告，对不对？但是回来之后已经25度了，说都没什么问题，好吧 ？Echo 有 Echo 吗？应该不至于有 Echo 吧？我不是都已经调了吗？有回音吗？有回音跟老师讲一下啊，有回音跟老师讲一下，应该是没有回音啦。这应该是没有回音吧？有回音的话跟老师讲一下，老师调整一下，好吗？好，大家晚上好哈。那老师先讲一下哈，我们那个点灯法会哈，我们到1月2日截止哈。那中国页面老师今天一直努力的在把它去制作，但是呢，遇到支付宝的问题啊，一直没有挑战过去。所以说最迟明天晚上哈，老师一定要提出一个正确的好，给大家让中国朋友你可以用支付宝报名的。但是其实我们国际版啊，你是可以用那个银联卡就可以使用了，所以基本上影响不大了。那但是老师还是希望哈，我们要当然就中国的朋友，你直接可以用支付宝付款，那就好了。那明年开始啊，基本上老师已经跟一些公司谈妥了哈。明年开始，我们在中国的收款业务还会加上了微信啊，请各位稍等一下好吗？稍等一下。那我们的 P6年的服务啊，我们现在也是在继续的开始，所以说呢，各位还没有 P6年的啊，可以来 P 一下。那加上我们有朋友在问老师啊，就是说那个风水的变换时间啊，当然是以立春后为主哈。你立春前啊，你就不要去动它，立春前不要动它。那至于我们去年的那个小露露的那个我们的太岁制煞符啊，它看起来是符，但它不是符，但它里面又有符在。太岁制煞符啊，这个东西的话，那么你什么时候把它拆掉呢？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其实你在除夕那一天，不能说除夕啊，2月3号的晚上的时候啊，或者是在2月4号立春之后再把它接下来，那直接把它焚化就可以，就找一个可以烧的地方把它烧一烧就可以了啊，尽量不要乱丢垃圾桶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它用烧的烧掉，我们把它感谢它为我们镇守1年嘛。那新的什么时候出来呢？金英老师，新的那个太岁制煞符什么时候出来？来问他，来问他了，他说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好，要跟金英老师来决定什么时候出来，因为主图是他设计的了，好吗？主图是他设计的，所以是说啊，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会把它给各位知道哈，我们这个出来的时候怎么去调整。好，那其他的我们就不太谈了哈，我们再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好，各位都知道，前几天啊，这个中国已经开始推出了什么呢？推出了就是说它的一个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啊，认为是说台湾对大陆是产生了这个贸易壁垒。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在之前就谈论过，它原本是在我们的选举前一天呢，它会开始公布。它提早公布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有人是说这是不是想要来影响台湾的选举啊？我想这个自然还是会有的啦。你说完全没有，我倒是觉得不至于哈。这个理论上他要动手就动手的，也没为什么。那这个对台湾影响大不大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它会影响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预期它有很大。为什么不知道它多大呢？因为它现在只是说，好，它调查出来的结果是说台湾违反了贸易壁垒这个状态。什么是贸易壁垒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是说，我们台湾啊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是很高的，应该是我们仰赖对中国的贸易是很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中国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多东西要卖到中国去啊，比如说我们的农产品啊，或是那个农渔业，或者是各种东西啊，台湾加工品啊，你要进到中国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其实老师认为啊，这里面的导火线其实还是有的。导火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某一些的一个单位啊，特别推出来对这个魔芋爽啊，或者是你的那个螺蛳粉啊之类的东西特别点出来，然后说这个大陆食品就是有害的。那其实这个也当然，你说有没有这个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政治的选举操作？这想当然它不会是说突然这个东西啊，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民间零食啊。
那你突然把它举出来，当然对于现在的选举，大家都希望能够激起，是说，中国都是有毒的，对不对？我们吃有机的，他们是有毒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中国都是有问题的。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是导火线，让中国觉得很不爽？奇怪了，你说我们吃有毒的是怎样？难道你们的其他零食都没有钠含量超标吗？说实在的啦，钠含量超标不用靠那包零食，那包零食老师也没在吃的，对不对？那个小朋友吃可以啊，但我们大人不吃嘛。是不是啊？或者是说你很多的一些特别上的反应，比如说简单一点的那个萝卜刀事件，我也觉得很瞎。那萝卜刀那个事件嘛，你说小朋友习惯去捅人，我觉得那也真的是有时候小题大做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小朋友可以玩到的游戏太多了。你特别去把中国东西拿出来说，这个是会让小朋友习惯拿刀捅人，我也觉得是很好笑。我们小时候玩那个什么史艳文的宝剑，对不对？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这种什么样的，还有什么，还有拳套。什么都有啊，这个小时候玩都有啊，对不对？你要说那个戒指糖果，它也可以拿来暗杀别人，是不是？那个很尖，那个吃完之后那个头面是尖尖的。我告诉你，小时候我都拿来想要当拳套来玩，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所以说啊，你说特别是说为什么要去在这个时候就公布出来？我觉得当然是因为也受到台湾的一些不友善的一个气氛，所以让他们也有这个机会来说借题发挥，说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别玩，我们就摊牌吧。那这个影响的层面有2000多项的贸易的内容，这个东西啊，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呢？影响到我们大概输入到中国的货物的20%。好，这个东西其实是还是蛮多的，这还是蛮多的。那最大的原因是在哪里呢？最大的原因是在于这个贸易壁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我让你台湾有优惠的关税，让你很多东西卖到我中国来。毕竟台湾岛这么小一个，中国这么大一个，对不对？你卖多少进去，他们其实都可以消化的。但是我给你优惠啊，让你的税率比日本跟韩国还来得低，但是我要卖进去你台湾的东西，你全部一概的都给你否认，都不让你进去。现在原因是在这里，就是你并不公平。好，你可以卖到我这边来，但是我东西不能卖到你的国家里面，不能卖到国家，到时候又被出征。我真的大陆的东西，我不能卖到你台湾地区去，对不对？这个匪区的东西不能卖到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这个中华正宗这边来。所以说这产生这个问题，就是你贸易的是一个不公平。所以说当时啊，我们在前几个月我们谈到这个两岸贸易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在兴起调查的时候啊，老师就有说过，台湾想要去诉诸 WTO 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 WTO 世界贸易组织啊，它所重要的就是讲究公平啊。之前我们台湾很久以前呢，大概10几20年前吧，应该快20年了，就是那个米酒之乱。米酒之乱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红标米酒一瓶啊，必须要把它卖到至少80到100块。为什么？因为你 WTO 借来的这些酒跟它酒是不能够相差太多的，所以是说他们那时候产生的我们红标米酒是不能够是说用这个20几块、30几块价格去卖啊，40块价格去卖不行。所以那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私酿酒或者是一些料理米酒的出现。那现在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解释完了，我们吃饭本来就是用米酒啊，本来就是要用来料理上面的，而且里面有些地方还会加盐，所以那个说你要跟其他的洋酒比起来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啊？那个其实就有很大的争议。但是问题是，你世界贸易组织 WTO 本来就是要讲求贸易公平，但是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本来就不公平，当然。这个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国家的产业，所以说基本上长期以来，大概20年这个时间以来啊，基本上对岸基本上还是比较能够接受，是说好，那我给你时间啊，慢慢的，我们慢慢走向公平。但是呢，这个10几20年过去啊，我们的国家基本上没有讲求公平这2个字，反而是说我们对岸的东西越来越严格，但是我们又希望把东西卖过去，而且。说白了吧，我们之前卖过去的农产品里面是有虫的，就是说你不合格的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这边的农民或者是一些养殖业者，你们是要去思考。你卖到日本去的，如果你可以通过，为什么卖到中国去的，你的东西就没有做好？里面还有一些虫啊，或者是有一些细菌在里面呢？这个其实你是不是在做中国要出口中国的东西的时候，你心里就有那一块，就是啊，中国人现在来。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这个基本上都有很多的争议。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就变成了是说，在这个选举的时刻，也在于这个是说你这两岸的问题已经矛盾化到了一个新高度的时候，那中国现在开始给你公布说，我调查完了，反正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调查的，你就是有贸易壁垒。其实说要调查，其实基本上是给你时间表示你的诚意。
这很明白是这样嘛？因为长期而言呢，两岸之间的贸易本来就是不平均的。他说要调查几个月，然后到这个1月13日，基本上是告诉你，我们可以好好谈，但是要不要好好谈，就看你的态度。但是我们选举到了，当然是不会好好谈，谁好好谈，谁就是怎么样汉奸走狗卖国贼，对不对？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那包含他们国务院台湾地区，也包含的是什么？也包含的是国台办，对于这个调查结果都站了同一立场阵线。那正常，因为他们是完完全全一贯性的政府嘛，说中间地方跟中央跟各个部会之间，你是不可能去唱反调了。所以说，国台办发言人是认为啊，他的官方的说法啊，都不是老师说的，他的官方说法是说，民进党单方面限制大量大陆产品输入，而且禁止大陆产品范围近年来呈扩大趋势。截至2023年11月底，对大陆的2509项商品是禁止进口的。禁止进口原因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就是禁止进口，也没有讲特别原因。而大陆要禁止我们台湾的商品，他跟你讲原因，对不对？但是台湾不跟他讲原因，就是禁止就对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变成是说，如果这个贸易调查壁垒是成立的，那么你后面的 ECFA 法后面就会变成它取消的时间就已经是可以用肉眼的时间去可以看到它了。为什么？因为 ECFA 法本来就是一个，我们 ECFA 法到现在还是早收清单，就是说这个是特别针对台湾的地区的一个贸易的准则。但是这个状况之下，并不能够让 ECFA 法有合理性的一个进展，因为两岸是不公平的一个状态。好，说不公平状态，说国台办呢，他是发言是说支持相关部门依此调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所以是说，你说台湾一直在说这个违反 WTO， 基本上蛮有意思的，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说这是违反 WTO 的哪一个部分。因为你这不是单方面制裁，而是我们制裁对方，对方反制裁，或是根本就是取消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优待的一个地位而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争议在。所以说 ECFA 法它断了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我们之前呢，在直播里面我们一直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跟各位谈个历史。过去啊，这个康熙收台湾的时候啊，他不是直接的派军队过来打，他是怎么样呢？他采取了姚启圣的一个做法，就是迁界禁海。就是呢，骗船不得下海啊，骗船不能下海，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这些船啊，然后除了捕鱼之外啊，你不能够有什么把船啊开到靠近的什么金马、澎湖或是厦门地区，意思就是说不准跟什么跟这个郑成功他们的政权啊，东宁王国的政权啊，他们有所接触。各位要知道，台湾早就有建国过了哈，是我们国姓爷朱成功啊，他其实姓郑啊，郑成功。他们是有后代有建立一个东宁王国，东宁王国说它是一个王国，我们台湾以前有王国，更早以前有王国，也有王国叫大肚王国，在台中，它好像在雾社那个地方还是哪里的忘记了。台湾最早王国是大肚王国，大肚子那个大肚，好吧，大肚子大肚王国，后面建立一个东宁王朝，然后呢，那个刘松南建立了台湾国，不那是后话的事情。但是康熙收台湾的时候啊，他知道台湾你要去吃它，基本上没那么容易，因为大清朝嘛，金戈铁马。对不对？这个百战百胜，但是你面对到大海的时候啊，就跟蒙古军队一样，都是望海莫及。所以说他就迁界禁海，就是完完全全的中断了跟台湾的贸易。那个时候台湾的就变成什么？它的民生凋敝，然后后面的一些民变一直不断产生。说到最后啊，你那个郑成功那个什么那个谁啊，施琅打台湾的时候啊，他也没有打到台湾本岛，他就直接怎么样吃掉了澎湖之后。那厦门早就攻下来了，那你吃掉澎湖之后，那东宁王国直接投降。所以说，基本上任何的一个历史的轨迹来看啦，基本上你要去打这个海战跟跨海这个政权的打压，那首先来讲呢，就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围堵，这个是历史可以考证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直跟各位去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的经济是非常岌岌可危的。即使别人不弄你，你都会因为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没有电，你是不可能发展更好。这个我们之前所谈过的事情，台湾把核四把它封存也就算了，你是把燃料棒全部运出去，说这个不环保，这个会有问题，废核是国际趋势，结果现在全世界都要开始怎么样倡导要用核电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有空的话。那我们没有燃料棒，我们当然没办法启动核四，你没有电，你的工业要怎么运行？这个我们一直在看这个乌俄之战之间，我们一直谈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欧洲现在因为乌俄之战，它整个经济是会倒退很多年，甚至停滞，不知道停滞多久？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能源
没有能源，你的天然气、石油都是必须靠俄罗斯买过来，才能够支持他们做更好的工业，发展更好的商业模式，而且百姓啊，你才能生活的是高枕无忧，因为能源很便宜。是不是才有？这个是个先决条件，没有能源，你撑不起你的工业。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去当基础，你的国家要富强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没有能源，你是没有办法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你的国家是不可能有钱。因为有工业，我才能够供应我所有的从百姓的民间需求到你的重工业啊、国防需求，这些都需要使用能源。如果没有，就糟糕了。台湾就没有。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台湾核一、核二、核三厂基本上有两个已经除役了，但是我们不可能只靠风力发电，或者是靠这个卖电、光电啊，这个来去做这个支持我们的高科技发展，不可能，因为台湾就这么小，你没有办法用足够的农业去供养我们全台湾人，你也不可能有原油，虽然我们每一天有产200多桶了，这个台湾自己的油田，对不对？我们上礼拜谈过，台湾是产油国。但是你不可能有足够能源去给全台湾使用，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夏天来台湾的百姓啊，你们应该都很有经验，就是说今年的电费账单呢，比去年高出许多啊。除非你是独居了，独居可能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是持家的啊，家里常住人口大概是4个人以上，基本上你就可以发现，今年你开冷气，那真的是这个电费是用喷的。为什么它涨很高？为什么涨很高？因为我们电不够，要用高电价。第一个来弭平了这个我们电费的亏损，第二个是希望吓阻百姓去浪费或是多使用电啊，浪不浪费一回事啊，但是能够让你因此不敢用电啊，节省下来这些能源，那这个也是一个政府调控电力的一个方法。我们不能说它对，或者不能说它错，这是毕竟是它的政策。但是你连如果百姓吹冷气的自由都要受到限制的时候，请问你的高科技产业你要怎么去研发？研发你还要投产，投产的话你需要更多的电。你越尖端的高精尖的你这些是工业啊，你就更需要电力。我们没有，所以当没有这个能源去支持，那你台湾产业是不可能继续往上的去进展。我们只能靠什么？我们只能靠贸易，不断的去靠贸易来去供应通有运无来去取得我们所能用的东西。百姓啊，他是只能靠这个基础产业跟那些贸易可以存活。比如说什么呢？我们今天讲很简单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台湾没有贸易，那你一袋米，可能我们现在一袋米大概是100多块，大概2公斤装的吧，赚100多块吧。如果是全部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没有的进口的话，那你一袋米可能要到400-500块。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来源，那一袋米可能涨了3-4倍。这个当然是不是只有中国跟我们米，我们还有泰国米很多米。老师只是举例说明，如果我们没有贸易，我们国内所需要的任何一切物质都会节节高升。更简单一件事情，这个老师最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很有趣。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开始？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吃一个便当70块、80块叫做物廉价美？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物廉价美竟然是70-80块的便当，但是前几年的时间，可能应该不用7-8年，70-80块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便当，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你吃一餐饭，你可能是100来1块？大家觉得好像很正常，本来就是会涨价，但是你涨价的幅度，各位没有发觉，它是非常快速的去进展。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收入，不，有人说这是惯老板害的，这是台湾的资方，对不对？这些资本主义的走狗，是不是啊？都是他们让我们百姓过不好，这不是这样。如果资方这么容易赚钱，然后只为了苛待我们劳工朋友的话，那你自己开一家公司不就好了？为什么不行？因为你开了，你不见得会赚钱。大部分老板也都是不怎么赚钱，为什么？因为你成本是垫高了很多。很多说老板就是买房买车，那我看只是少部分吧，多的那个我相信也没有太多了，可能部分产业还是有赚钱的。老师不是说所有产业都不赚钱，但是大部分的百姓并不能够去理解，是说我们没有了一个对外的贸易的兴盛，我们国内的所有的一些物价都会快速的上涨。我们就很简单讲一句话。如果大陆今天给我们做一样的迁界禁海，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业基本的一些民生物资的东西也会涨价，但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收入，为什么？因为对岸的游客没有来，我们新南下政策好像南下的不是很成功，我们没有足够的活水进到台湾地区，你的经济是不可能会变好。所以你现在是跟我讲说这个房屋会不会涨价，还是有人问老师这个房价会不会再涨？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跟你讲了1年的时间，房价你要涨那是有困难的东西，涨它可以喊涨，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够是说大家就像过去一样，开卖我们就去把它抢购，或者是说赶快去买房子，然后放着它就会涨价。这个状况是不会再有的。当大家都知道买房子就可以当它涨价的时候，这个房价就不能进去了。差协同理论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所以说，当我们的政府说这是说我们这面对的是大陆的打压，所以说那现在的问题是只有这样子嘛，并不是只有这样子，而是我们对别人的不公平，对方有所反击，全世界都会支持中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贸易的公平是所有国家都需要追求的，不然我们做那个什么 RCEP 干什么？我们做 CPTPP 干什么？对不对？就是为了希望彼此贸易之间的关税可以降到低，甚至是零关税，而且大家不要互设太多的前提条件。只要不要伤害他们现在的国际经济，那慢慢缓步的降关税。之前我们在 RCEP 的专题我们讲过了，它免关税不是说你立刻免关税，而是逐年降低关税。为什么要逐年降低关税？意思很简单，就是让你的国内的产业可以有机会反应跟升级，而不是突然开放、突然降低，然后国外倾销起来，然后呢你国内就倒一片。当然没有国家是希望这个样子，那台湾也是一样。我们过去的产业保护政策，当然也是希望台湾有时间反应，但是你完全不给台湾反应，就是我们只要禁止别人进口，不就没事了吗？所以这个现在的问题就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在于是说，他现在已经把球打他手上了，意思是说，结果就是你们台湾违反了这个我们公平贸易的原则啊，你们兴起了贸易壁垒，你禁止我们的商品进入台湾越来越多，是不是？那你接下来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他只待决定最后一个章要不要盖什么，开始跟你做什么，取消 ECFA 或者是直接给你调高关税，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当然了，台湾也有其他的媒体啊，或者其他的单位说啊，中国也很需要我们台湾过去缴的关税，因为你进口关税嘛，我们台湾出口到他们进口的关税，他很需要我们的关税，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可能讲有些人会觉得有可能吧。这个中国不是很缺台湾的关税哦，说实在的。他不是很缺台湾的关税，怎么会觉得缺台湾关税呢？他跟其他地方，包含印尼这些地方，都可以降到零关税的。我们凭什么台湾还需要台湾的关税才能维持他们国家的运作呢？说这个事情有时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说台湾的经济现在一开始，各位你一定要去理解一件事情：台湾的经济一定是逐步的往下，一定是逐步往下。除非你到真的哪一天可能统一了，它才会有其他的政策出来，不然你只要僵持住了一天，台湾经济是会快速的一直不断的像溜滑梯一样往下去走，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进行的东西。就包含台湾有很多，比如说某美光电也是一样，它就降低了台湾的生产，因为它进入到中国就会受到高关税，那么它就变成在中国就开始生产比较多的一些成品。所以说，台湾的整个经济还会快速的溜滑梯一直往下，测试会很快速的不用怀疑，会非常非常的快速。所以老师为什么一直跟各位去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社会性技能，因为你所有只靠我们学历就可以是说我们靠努力跟学历，还有就可以得到好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所需要的就是我现在就可以帮你完成，你先解决你现在的烦恼，而且是你生活上的烦恼。这样的产业，你才能够在未来，你在这个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在这个社会变化，我们逃不出去的这些人，你要怎么维系自己的生活？我们都希望国家好，我们都希望整个台湾好，但是大台湾这个事情啊，那个是交给天上人去处理，我们百姓要先顾好的是你自己有没有能力撑过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刚才有朋友在开始就问到是说如果统一之后呢，台湾的那个内部矛盾会不会好一点？其实内部矛盾永远都不是胜利者要去考虑的事情，内部矛盾永远是说你活在当地的人需要考虑的事情。老师举个例子来讲，你会在乎楼下的老头跟那个隔壁村的一个老大吗？他们闹了一些矛盾吗？他们吵架了吗？不会嘛，村头的事情、村委的事情，再怎么乱，你也乱不到你身上去，那是他们两家的事情，我们只要吃瓜不嫌事大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台湾内部矛盾这个事情，那并不需要是说未来被统一的时候，他们需要再考虑的事情，因为自然而然内部它就慢慢代谢掉了。说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太乐观？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什么看到？我们可以从到说满清收台湾。那个时候台湾人也是很剽悍，就开始什么抗日啊，对，抗清啊，对，抗清政府啊，是不是飞龙在天啊？是不是？
那你日军侵台的时候，那我们开始反日啊、抗日啊，对不对？廖天丁啊，什么都开始抗日啊，对不对？那后来有没有把它瓦解掉矛盾？才40几年的时间，是不是就教育出来多少的那一群非常忠于日本的新台湾人？有没有？现在还在啊，是不是？那也不过分，因为统治了40年，日本占领台湾，那是他的战利品。老师从来不会觉得日本占领台湾是不应该，因为那是他的战利品。那也不会觉得是说这些人忠于日本不应该，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占领之下的子民，那这个很正常，前朝子民嘛，那有什么不对的？那也都是正确的。好，这个不要太多意识形态，因为日本是光明正大的接受台湾，那当然他也是中华民国也是光明正大把它接受回来了。哦，但是彼此。所以说你看。这个满清收台湾抗争，那日军那个日据时代，然后那台湾也抗争，对不对？那你中华民国那个国军向后撤退到台湾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产生了抗争，又酿成了228，对不对？这么多的状况之下，你是不是到最后你又变成社会自己去调和，自己去运作出一个新的法则出来？是不是？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近代的历史都可以看到的事情。所以是说我们在看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台湾的问题会非常大。那你在台湾的朋友，你要非常小心这一点，不然你未来啊你是会非常难处理的一个事情，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如果出来这个已经跟各位讲了，刚才已经讲过了。好了，没有什么问题啊，感谢林冠赞助啊，感谢林冠赞助啊，谢谢，感谢大家赞助哈。那现在声音都有了哈，然后我们赶快进入下一个主题，不然的话今天讲不完了。台湾问题大概就这样吧，台湾会越来越惨，不可能好出来的，好吗？之前有人跟老师讨论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老师说啊，老师这个统独问题不重要，我们应该像那个美国一样啊，我们在混乱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新秩序。什么叫美国混乱之中呢？比如说美国南北战争吧，啊，这个是美国一个重大事件，对不对？这美国南北战争呢，各位，它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南北战争了，所以说我们不能拿南北战争这东西去比拟在我们两岸之间。因为南北战争它最主要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很多人会说是啊，那个林肯要为了解放黑奴发起这个圣战，不是哦，那个是台面上的。那实际上你真的去深挖美国的历史哦，他们这个是有记载的哈，它并不是什么可以值得不会把故意把引责起来的事情。就是你这南北战争最主要的东西啊，它一开始本来就不是为了解放黑奴，它一开始是为了什么？为了他们的关税的一个什么算什么？关税的统治可以收税的一个权利，等于是说呢，南方跟北方他们认为说，我南方我不想服从你北方，所以我们收到的税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而变成一个是说你各自为政的东西，像周天子那个时代，对不对？你封我南边自己政府，那我北边的政府大家分而化之，那北方当然不同意啊，是不是？所以是说他们为的是什么税收的一个完整性，就才打南北战争。所以说一个南方想要独立，北方就什么想要统一。那就是打出来就变成统独之战，所以美国也是经历过统独之战，这就是南北战争的真相。而到第2年呢，为了让这个战争的正当性啊更加完美，所以说林肯就喊了解放黑奴。其实一直来讲，这个在北方军那个地方还是有黑奴的，你不是说你北方地方有自由人他就没有黑奴，他还是有的，好吗？抓到还是一样，不分有说可以把你当成黑奴的。所以说这个整个历史事件里面呢，其实美国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都是为了自由民主博爱而战，他们还是为了利益，还是为了这个政权，他们也是打了过内战的，好吧？只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比较短，200多年，能打的战有限，他们就把这战争移到外面去，不然他们自己也是会有内战的，好吧？好，那我们是过来向稍微提一下第2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穆迪他降了中国的评比，然后那中国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经济不好，而是在于是说你的政府里面会造成了一些不自由的状况，说降低它的评比。那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老师是认为啊，这是因为他们降了美国评比，所以说中国一定要降一下。我觉得这政治压力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说降中国评比是完完全全没有根据，你只有政治力量嘛？这也不至于。比如说什么呢？比如是说中国的地方债啊，其实是蛮高的。这老师跟在去年的时候跟各位谈过，老师从来没有认为中国很有钱，中国地方政府穷到真的是非常穷，有些地方你可能真的是薪水都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钱是在中央啊，中央他的钱比较多一点，因为他自己印嘛，他钱比较多一点，对不对？他们还有我们的外汇存底，那些都在中央的手上。但地方的财政啊，因为你不断的去想要去建设，但是想做出一些政绩来，那你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只能卖地啊，卖地卖给建商啊，划地啊，拆迁啊，搞基建啊，这些东西，你间接让这些官员啊就觉得是说啊，我现在超好赚的，我只要地方的财政没有什么问题，我只要把地卖给了建商，那基本上我的这个
地方的税务啊就很好看啊，我们的进账就很多，所以造成了一群尸位素餐的这些没有用的脑满肠肥这些贪官污吏啊，就不断在这10年里面不断的涌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一旦是怎么样，一旦封停了，飞到天上的猪它就会摔下来变成猪排。那现在中国有很多的一个，不要说省而已啊，你还包含了地方的县市啊，好，他们的猪都很多掉下来了，然后地方的负债就变得很高了，盖了一些没有用的一些景点措施，好，听起来很伟大，但是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没人去的文字馆，为了盖而盖。比如说像几个月前吧，他们为了消化预算，还把方舟什么方舱医院给它盖起来了。方舱医院那个时候盖的它的限定时间是在疫情期间，就到今年还在盖方舱医院。为什么？因为之前规定了，那现在就把它盖完。盖完了有没有人住不重要，盖完了就拆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造成了这个地方官员的僵化，然后造成他们地方财政啊，就变成为了做而做，大家只为了考虑到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或者是说你要考虑到你自己的利益关系，而是没有考虑到真正的地方财政它必须长治久安的问题。说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是很穷，说目的报告里面他也有是说中国的地方债会拖累了中国的性平展望啊，这个也是有它的道理，但是有点牵强，就是说你把它变成各个城市的里面去降低它的评比，而不是整个中国整个去把它加权平均去评比啊，这个当然就是有争议的地方。所以说地方政府的借新还旧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问题，事实上也是个问题。但是你要说降低一个国家的一个性平啊，这就是不是很合适的。那除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还有就是习近平现在所推出来“一带一路”啊，有些人说他这个里面呢，他负债的东西实在太高了，包含1.1兆美元的负债。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啊，基本上它就是我出钱帮你盖，你还你可以慢慢还，那甚至有些你还不起，我就给你免责了，就不要你还了，我就送你了，好吧？钱就送给你，大红包，对不对？大家开始拿手机拿出来开始按抢红包了，是不是？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包含肯亚这些东西啊，他们的这个整个“一带一路”的基建啊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哦，钱花完了，东西没盖完，而且几乎没什么进度，而且还希望中国继续给他钱，继续给他支持，让他去把它做好。所以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一带一路”的它的投资报酬率是很低，一些比较穷困的国家，它背了一些这个债太高了，欠中国的东西太多了，也变成他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百姓或是有心人士去炒作说，你怎么可以什么都没盖好，然后还欠中国这么多的钱，那中国以后会不会来管理我们？这大家愿意吗？哦，这个当然也是不好的行为，但是问题是你们自己盖不好，所以把这个锅甩在中国头上也是蛮有趣的。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中国现在自己在国际上的性平被降低了，虽然降低的理由有点牵强，但是我们必须说它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中国的这个债性啊，它的地方债性很糟，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说，我们老师一直跟各位讲，我们要去发展的时候，你自己要先顾好你自己，不要一天到晚用我们过去的啊。像老师现在遇到很多的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也是觉得要用过去的模式啊，比如说我一定要考上了那个985、211，我未来一定是飞黄腾达。有这个想法的，你未来都会很惨淡，大部分都很惨淡，少部分兼职你可能真的踩到那部列车，然后你真的就成功了。甚至现在还有人认为是说，他只要出国，他只要能够出国去欧洲、去美国，你去念一个大学，哪怕不是非常出名，你只要能够去海外去镀一层那个洋墨水，回来就变成镶金的。这个事情你也不要去想啊，为什么？你中国都做不好的事情，你去外国回来你一样也做不好。你也不要觉得你在中国做不好，你去外国你可以做得很好。这个老师过去我们谈论过这些世界的趋势，就跟各位去讲，世界各国他要的移民一定只是为了你能够给他有贡献，他不是只是为了你过去然后他养你这个想法。所以说这个中国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还在认为是说，他只要投奔美国，投奔英国，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实现了人生的一个新里程碑。有很多人是的确他到了外国之后，他的身价翻了很多，他也获得了他自己想要的一个人生，但是那个是凤毛麟角，就跟你可不可以上北大一样，那个是屈指可数的啊，的概率极低。也有朋友跟老师说，老师你讲的都不对啊，美国有些人呢，他一个月5-6千块过的日子很好。对你5-6千块，如果你是30年前他过得很好，但30年后的现在，美国5-6千块你是很难活的，7-8千块都很难活了。你扣掉税，而且各位要去想，你想去美国，要想一件事情，你有小孩的，你的课后班一个课后班要多少钱？还有你的兴趣班要多少钱？就是你的那些外面的补习啊，学个钢琴，学个游泳。
有些时候他们要升学，你也不能没有这些兴趣，你也没有对外的校外这些成绩，所以说你加起来，其实你是在美国是很难活的。你要移民美国，老师还是给各位讲，我祝福你，但是你最好带$200万出去。你有$200万，你这个投资移民，你在国外可以过得很好。如果你没有$200万，那你去外国，你过得会比在你自己的母国还要糟糕。我说实在的，无论你在台湾或者是在大陆都一样。像老师之前看过一件新闻，就台湾有一个人是说，他年薪给他$100,000，他会愿不愿意过去？他点头如捣蒜说他赶快过去，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在节目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你$100,000这个东西，你扣掉你的住宿，因为他不是美国本地人嘛，你要租房子、保险、车险，对不对？还有你的一些税金，加起来，你可能台湾你真的可能送个外卖，你可能收入还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它等于台湾大概80到100万年薪的收入而已，然后你还远路闯上过去，所以为什么很多出国的还要再回来？是因为外国生活本来就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整个大环境的变化里面各位一定要去知道，你必须要有技术，你才能够什么样，才能够在未来的世界活下来。老师一直不断的去讲，不要嫌老师烦，因为我们总会有新朋友来看，你一定要有技术，你才能够在未来的世界生活下来。所谓未来就是明天以后，就是未来。你没有技术，你不要以为你只有经验，还有你这些拿不出证明的东西，你可以说我未来可以过得很好，可能可以，但是概率不大，概率不大，好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现在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它暖化是加剧的我们整个地球是开始慢慢升温的，所以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各个国家都开始要重启核能，就像我们台湾没有核能，你没有燃料棒，你现在未来重启核能，你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你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做好重新的把它启动做好。而包含美国美国它一直喊很多的过去很多绿色的能源，但是美国目前的核能的自给率就是提供他们自己电力的能量大概是20%。那美国他们现在目前的希望是能够提高3倍，也就是说呢，他们希望能够他们的核能对于他们电力的占有率至少60%以上。那这样子当然就是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能源不要受到这个石油危机所影响，或是受到其他的污染所影响，可以让自己有源源不断而且非常廉价的能源代价来去让他们自己有免于这样子能源危机的可能。那这个东西当然其中有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就包含了铀浓缩铀的东西要跟谁买？很简单，浓缩铀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大供应的不是别人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世界上提供浓缩铀最大的一个国家，但是美国有没有跟俄罗斯买浓缩铀？也是有。美国跟俄罗斯买浓缩铀是这个事情是事实，但是欧洲要去跟俄罗斯买浓缩铀的时候，那就会受到美国的关切。你要买它浓缩铀干什么呀？你在打什么主意呀？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跟敌人去资匪呢？你怎么可以跟敌人做生意呢？这是不对的，对不对？怎么办？那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各位要去注意到这个未来能源呢，它一定会转型。没有能源的地方，你未来就很难去发展。那重要的东西当然就是台湾台湾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最后一个各位要提醒各位就是说，现在在美国我们刚才谈到美国现在的流感跟新冠还有呼吸道疾病，它是非常的增加了，不是只有中国。我们台湾只报中国，说中国现在有很多梅将军什么什么的，事实上这些东西在美国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各位有没有记得，老师从7月还是8月开始的生肖流月解析里面都跟各位一直讲呼吸道疾病。是不是老师预见到这个事情呢？不是这星象怎么写我就怎么讲星象这样写时我就讲这些事情。所以现在刚刚好只是应验了这个你的流感跟新冠还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这个各位要去注意出门要戴口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战争上的问题。现在联合国的大会他已经要求了，按照整个他们投票的机制里面200多个国家里面有153个国家要求以色列立刻去停火。那为什么要求以色列停火呢？以色列现在在轰炸的加萨，他们是采用的一个方式呢，就不是说他们只针对了哈马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战争的时候你要去打这个哈马斯的时候代表你的武器是有针对性的。就像美国他去打以前伊拉克那些人的时候他都是精准打击为什么？因为他有用 GPS， 有用导航让他能够可以很精准打到目标。
但是以色列它现在轰炸加沙的一个方式啊，是采取无导引的弹药，也就是说呢，我丢下去乱炸就对了啊，我炸谁我高兴就好，炸到谁我不管，反正丢下去就乱轰乱炸。所以现在联合国大会在12月12号的时候啊，就要求的是说，那个153票就要求说以色列目前立刻停火，但10票反对，23票弃权。谁去产生了反对票呢？包含了美国、以色列、奥地利和巴拉圭都投下了反对票啊，总共有10个国家，老师只是提出这4个。而在这个投票的隔天呢，美国总统拜登啊，他也是发表了一个谈话，就是说以色列啊现在因为无差别的轰炸加沙走廊，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正在失去全球的支持。其实他讲这件事情，不是说以色列正在失去全球的支持，而是美国他现在他自己因为以色列的轰炸，让他自己跟美国失去了他们自己国家甚至是世界的支持。其实言下之意就是你这样乱炸是害到我，你知道吗？大哥，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样乱炸，你害到我。所以说，基本上为什么是说他必须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实质来看呢，美国认为他是世界之主，但是实际上来讲，以色列是美国之主。所以说，以色列可以管美国，美国管世界，很有趣的一个代理去的一些关系在。这个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你的钱在别人手上，因为掌管美国经济真正的一个实力的，那还是犹太人。这个东西有时候就很困扰的事情，就是你国家的财政既然是由民间单位所掌握的，那这个问题当然就产生了，你国家的名气在别人手上，那别人想怎么弄你都可以，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这个印钞票的权利啊，或是你自己的一个金融的权利啊，这很重要。比如说像阿根廷吧，阿根廷他想要让美元变成他们国内流通货币，这是不被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美元的外汇存款。外汇存底，所以你没有美元，你怎么样让美元在你自己国家里面去交易呢？他想的就很简单，我们只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货币，用美元来交易，大家都用美元不就好了吗？那这是你的百姓想换到美元，你换不到啊？为什么？因为银行没有美元，有美元呢也是客户的存款，那你国家并没有库存这么多的美元，你怎么让百姓把现有货币换成美元，然后在你国家内流通呢？所以说，为什么他新总统要去拜访美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拜访美国是希望美国给他足够的美元，几百亿的美元，让他变成是说有自己的外汇存底啊。但是办不到啊，这个事情绝对办不到的。所以现在阿根廷说他用休克疗法，这个问题啊，这个不是休克疗法而已，你还是真正的休克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民粹所选出来的人，基本上你只能带领国家走向灭亡。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一样，你由民粹而去统治的国家，基本上都走向灭亡。这个我们就看看阿根廷就知道了，好吗？所以说我们现在看以色列，除了狂轰乱炸之外，他还希望用灌水的方法去怎么样去水淹哈马斯的地下通道这个可以这么想，但是世界是不支持之外，你要把哈马斯真正的淹死这也是很难达到的事情。各位要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去那个水管去，老师以前住马来西亚，那个蚂蚁洞超多了，对不对？你拿那个水去灌到那个蚂蚁洞里面有用吗？没有用的啦。它还是一样在那边窝还在那个地方，你也是灌不了它的。老师最后是怎么用呢？我还曾经把那杀虫剂对那个蚂蚁洞按下去喷，对不对？小孩子是超级残忍的，我就做过这么残忍的事情，所以拿那个杀虫剂直接上去喷，但是我没有点火了，因为我不知道点火会爆炸，所以我不知道，知道后可能就点火了。所以喷上去，那蚂蚁有没有消失？也没有消失。所以这个东西，地下道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消灭的。如果地下道敌人可以用你的武器让它被消灭，或者你的灌水可以让它消灭，那么越南就不可能统一了。为什么？因为越共最厉害就是地道战，它就是没办法去消灭它。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啊，包含了一些以色列一些虐囚啊，或者是一些你明知道你是做不到的事情，你硬要去做，只为了维持你自己的一个政治利益。纳坦雅胡就是你现在只要一停手，他一定去坐牢。他为了自己不坐牢，他当然是往死里去干。要是你也这么干，对不对？要是我也可能这么干。为什么？因为我对你仁慈，就是对我自己残忍了。那不如我残忍一点好了，反正结果都是坐牢嘛，那晚点坐牢就可以了，是不是？他就变成这样的状况，是会比较僵持住。所以现在他是卡到一个大家都没有办法进一步，但也不愿意退一步的地方。现在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会变成了一个僵局，就是以色列吃不了整个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也打不回以色列，而美国也没办法去介入以色列，他也没办法撤出以色列，然后大家都僵在这边，就像我们12月的一个流月总论的预测是一样，在这个月大家会卡着，但是在下一个月那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了。下个月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简单，我们现在看圣诞老公公的面子嘛，对不对？到后面就是不一样的事情。而在这个状况之后，我们也要去看到，就是说我们的
乌克兰之战啊，乌克兰之战现在就变成一个很大一个问题。我们之前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乌克兰战争基本上乌克兰是不可能胜利的。这个去年有跟到老师的话题的应该都很清楚，乌克兰是不可能胜利，坚决不可能胜利，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它都不可能会胜利。那目前呢，只是验证的是说，它的确，你除了可歌可泣之外，那你没有什么办法了。什么叫可歌可泣？不是你歌颂你也不是你是为了你去英勇而流泪，而是你只能割地跟你放弃的领土。割掉你的领土跟放弃的领土之外，你没有什么好办法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没有钱。共和党也不愿意再掏自己的家底去支援你这个不会赢的乌克兰，因为我给你钱，如果你打出一个像样的战争，那么我们还有知道我们投资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美国丢进去的钱，包含欧洲丢进去的钱跟武器，有一部分还流到了哈马斯的手上，这个是最讽刺的事情。这些武器跟金钱还有被洗到哈马斯手上，有些还拿去这个虚拟货币里面，什么都做了。就是战胜这个事情是没得做，他们只能不断的节节去败退，那你只能让俄罗斯开始越战越稳。当然，俄罗斯也像我们之前所预测到的，他没有能力去吃下整个乌克兰，所以说他在那几个州，他建立起了防线。他建立防线之后那为什么老师当时是这样预测呢？因为当然星象是这么讲的，那现在我们可以验证到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普丁最近开了一个记者会他已经对外去宣布，他不会再做第二次的动员，也就是说呢，他不会在第二次的大量的征兵，然后来去送往前线。为什么？因为仗打差不多要完了，他该占领的地方也占领了，不该占领的地方他也占领了。所以说，他现在俄罗斯现在基本上那个记者会，让全世界的记者去访问他，基本上意思是很简单，我这个基本上等同于我战胜前的记者会，意思就是这场战你们别想你也赢不了了，乌克兰你也不要想去挣扎了，挣扎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钱，没有兵了。而乌克兰有没有想要去挣扎这件事情呢？还是有。为什么？因为他要征召45岁以上的一个男丁进入到战场，这让老师开始前都很紧张。哪一天我是不是45岁以上，我也要被征召到参场上去了？然后我以为我除役了，结果现在可能看起来是没有了，看起来可能是没有，我可能要被征进去了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好不好？这个我们就要想一下这个问题有点大了。所以说在这个部分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呢，他们现在也在进行另外一个宣示，包含什么呢？俄罗斯他也在这个记者会的那个系列里面去公布什么事情呢？中国跟俄罗斯的合作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包含了在这个2023年两国贸易额比过去增加30%，也就是俄罗斯宣布中俄关系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那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只要确定中国它可以稳住，基本上你其他国家拿俄罗斯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中国会持续的去跟俄罗斯采购，让它贸易，让它有了这些资金跟它的生意可以不断的往来。再怎么说，俄罗斯的人口跟中国的人口是相距甚远，但是土地俄罗斯比较大，虽然大部分都不能使用，但是基本上对方的农业产品或是天然资源是非常丰厚的，而中国也刚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跟他们的一些物产。说这两个国家他们只要稳定了，那俄罗斯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在我们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谈过这个话题不是今年谈了，我们去年年初不是谈过这个话题。俄罗斯想要败，他还真没有败的可能。所以说在这次记者会的时候那个普丁讲完了之后，他把麦克风要交出去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段，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秘书长叫佩斯科夫吧，要把这个麦克风交给纽约时报的记者。那过去都是由美国他们先发问嘛？为什么？因为他是大国家。但是他搞了一个小动作，就是说我先把它交给这个纽约时报之前，那个普丁就说不对，你应该先交给新华社中国新华社。那这个东西是被纠正，然后但它场面会很难看嘛？也不是，我们要注意到它这上面就发生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佩斯科夫他变成大家也是笑一笑，然后直接把那个麦克风交给了中国。意思是什么？这个场面是外交场面上面故意安排好的桥段，意思就是说俄罗斯认为世界的话语权应该交给中国了，而不是你美国政府了。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实，就是你应该换人来当老大了。当然，这个也有个意味是怎么样呢？把中国推上火炉上烤。反正我承认你是很强大的，那么你去跟美国去作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手法。
而在这个里面呢，俄罗斯他也去宣布是说呢，俄罗斯人跟乌克兰呢其实是同一个民族，现在发生是一个悲剧啊，像兄弟的内战，兄弟现在站在那一个对立面啊，这是他们的官方说法。而破坏这些关系的就是西方国家，就包含了美国跟欧盟所破坏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而在实际上来讲，俄罗斯的外债从它打仗开始啊，它从原本的460亿美元降到现在只有320亿美元，等于说它降了30%的外债。等于说它现在因为战争，它的债务反而是下降的。哦，但是什么呢？但是它的2023的 GDP 却成长了3.5%，好像是预估了，哦，现在预估成长，现在12月了嘛，他说预估起来的数字不会差太远，就变得是说，俄罗斯它的经济成长还可以成长到3.5%，你比欧洲大部分的国家还要来得高之外，它的加工品的工业成长达到了7.5%，而且它的失业率啊也就将近3%，哦，将近3%。但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美国的这个失业率是3.75%，啊，说美国的失业率还比这个俄罗斯来得高，但是俄罗斯它既然它有低失业率，又有高 GDP 成长率，那这个就对俄罗斯来讲，其实它的成果是非常好的。当然他们有没有问题的，包含他们的记者会上也有说，啊，他们俄罗斯的这个我老师不知道，我看他记者会我才知道，原来俄罗斯的鸡蛋也是涨价的，我以为只有台湾涨价。嘿，就不是俄罗斯的鸡蛋也涨价，那这个当然他们承认这是他们自己的错误跟失误，所以说现在就变成是说呢，美国去在这场乌俄之战开打的时候，让俄罗斯用不到美元跟欧元，就变成了是说破坏了整个金融的秩序，因为你战争嘛，你的金融应该你要去封锁，其实是不是很合适的，包括你还没收别人的资产，几千亿的美元的资产就被这些西方国家所吞并。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哦，这个俄罗斯还能够用自己的游戏规则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信用卡体系，还有就是说他们用自己的货币去取得了对西方的贸易。说整体来说，俄罗斯这场乌俄之战，他打了胜利的真的是不要太漂亮了，啊，他基本上是大获全胜。我不但有了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百姓的团结，甚至呢，我还可以降低使用你们的一些货币的问题。啊，这个完完全全是大胜一场，而且他还得到了更多的领土。说这个战争打起来，对西方世界来讲是还蛮难看的事情。而在最后的关头啊，那个俄罗斯还卖了日本一个日本的那个什么机密，就是什么样呢？日本啊，它在今年前10个月啊，日本采购俄罗斯40.5亿的俄罗斯能源，那其中天然气啊占了这里面的80%，还有煤炭跟石油。这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是跟美国讲，是说，你看日本是你的小老弟，但是他也没有很挺你啊，所以他还是来跟我买了很多的石油啊，40亿美元呢，怎么样？你也是说这个也不是太差的这种业绩吧？所以说整体来讲啊，这个美国它的失业率到3.75到3.9之间，那整体来讲，其实基本上美国的失业率是比较高的，俄罗斯失业率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而乌克兰他们有没有去进展呢？当然，泽连斯基我们也知道，他一直不断的出访各国，出访各国去说要支持他，要取得更多的一些外援。所以是说啊，这个俄罗斯啊，就是说那个乌克兰就像一个乞丐一样，到处去要钱了。说在亚洲也有人说他是盖世太保，怎么样？盖世太保就是乞丐的盖。然后到处去说要钱，大家来给我钱，捐钱给我，捐钱给我。没有钱，你没有钱给我，你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喝的，给我一点东西用也不错。所以在这里来讲啊，这个泽连斯基他去不断在国外去取得这些外援啊，然后到最后一天他还是好像在前天吧，老师有看他的直播，就是说呢，他说他获得了什么样呢？他可以开始准备进入欧盟的这样子的一个审议。哦，他非常开心，说我们胜利了，对不对？我们成功了，我们现在可以进入欧盟了，已经进入到第一个阶段了。好，在他的直播讲这些话，但是实际上呢，就变成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他讲完了隔天，这个案子就被否定了，被谁否定了？好像是土耳其吧？好像是土耳其被匈牙利就把他给阻止了。几个小时之后啊，然后就阻止了这个反对，因为一票否决权嘛，就变成就反对了乌克兰加入到欧盟。那到底是不是因为匈牙利他对乌克兰有什么意见呢？其实是没有的。好，各位要去看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好，你基本上他们设计一个规则，它这个规则呢，就是按照各种不同的标准而去做进行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让这个乌克兰加入到欧盟啊，把他自己的问题交给大家去处理，
没有人是这样去做。但是呢，只要没有人反对，那他们就需要少部分的人去出头说这个我不同意。其实不管是匈牙利或是任何一个人，一定会有人反对，那说我不同意，这就可以了啊，只是看谁去讲这句话。就像那个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对不对？啊，你印度说我要加入常任理事国，对不是啊？有3国赞成，一定有1国反对，对不对？那1票弃权，是不是？应该是美国弃权，然后呢3国同意，然后中国就给你反对，为什么？大家轮着反对的，为什么要反对？因为这就只是一个走个过场，你本来就没有可能来跟我们分一杯羹，更别说你要把你自己的问题交由整个欧盟或是北约来帮你分担，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给他很大的利益。那如果没有利益，那么基本上这个事情是不大可能会去成功的事情。所以是说，你说匈牙利他是不是针对乌克兰是有特别的想法？也没有啊，他只是说他是被推出来，他说啊，反正我就出个名，对不对？我就出面来反对，那这件事就会黄了，就会不过了。所以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就是说，俄罗斯它可以胜利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它有能源啊，它有粮食，它有自己的经济体系。但是巴勒斯坦没有，所以他现在打的东西是异常的困难。那台湾有没有呢？我们回来，我们一开始所讲到了，台湾在两岸之间，它会不会变成是说，它有办法去跟大陆去抗衡，哪怕是僵持现局，不断的一个僵持下去的去抗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说，老师你是不是粉红？这个跟粉红不粉红是没有关系的。台湾你没有能源去进展的空间，你就不可能做好更高科技的东西。那么你的国力就只能停滞在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是顶峰了。懂我老师的意思吗？你的所有的国力到现在已经是顶峰了，你基本上你是不可能再往上了，因为没有支持你往上的空间，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观光资源，你没有足够强大的工业体系，你也没有够多的能源，而且你更重要是你没有粮食，你碗里面没有饭，是不是？插座里没有电，那你要怎么样去跟有粮食、有电，而且又有兵的人去对抗呢？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说，现在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僵局，大家都不想去扛这个锅。也包含了什么？也包含了从英国的态度可以知道了，因为你在世界上战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移民潮，就是难民潮的问题，大家都想逃出去，有钱的没钱的啊，都想办法逃出去，是不是？一战乱都会这个样子。不要看台湾这样，你真的哪一天进入到紧张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机票也是一票难求的。不要说你问老师你要不要出去，我告诉你出不去的啦。有钱的把机票给包了，你出不去的。所以就变成什么？像像那个英国就通过了什么反移民法，对不对？313票对上269票，他们的议会就通过了反移民法，就是要缩紧整个外来的移民的政策。所以很多人说啊，我现在移民到欧洲还来不来得及？没有什么用了啊，因为英国基本上它本身它已经退出欧盟了，说你不能拿欧盟的护照来进入到英国，那还是要申请 visa 的。而你到欧洲其他的国家里面去。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没有这么有钱啊，因为欧洲有很多，有西欧、东欧、南欧、北欧，对不对？不是说你到欧洲你就会过得很好，没有，他们自己都养不活了，不要说养你一个外来人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也包含的是说，英国首相苏纳克啊，就是让那个非法移民啊送卢安达哦，来阻止这个英伦海峡这些难民潮，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包含了什么？也包含了法国也做这件事情，他要减少对外来移民的医疗补贴，加速驱逐这个流程。当然，法国人权团体就说这个不行，你怎么可以不顾人权呢？人家投奔我们法国来，我们就应该大爱的包围他，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自己不想上班，但是我不想加班，但是我一定要上班，要保证我的就业权。然后法国不是很喜欢做那个劳工抗议吗？你要保障我就业权，但是你这么多的外来移民的时候，你请问你的就业权要跟谁去竞争呢？跟这些外来移民去竞争，没有这么多的一些脏破旧的工作可以让这些外来移民去做。那你就会势必呢会挤压到你国内一些原本的原生百姓的就业权，这也是会有这个问题。那也有人说啊，我现在移民到，他说好吧，那欧盟不去了，美国当然很难了，是不是？那我到澳大利亚去可不可以？移民澳洲现在也是有困难的啊，老师也是收到很多的一些要移民的咨询，那也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澳洲现在也是推出了怎么样？他们要的就是技术移民啊，会不会呼吁到老师跟各位一直讲，他是需要是技术移民。技术移民就是说，你已经有能力来建设我国家的，哦，是你可以来帮我们的百姓做些什么服务的，而不是你来要我给你工作哦，让你来去让你生活照顾你的，没有，你来就要对我有用处。所以说你一定要有这些特别的资格，比如说你是幼教老师啊，或者是你是有水电工程啦，还是你是有光电工程、光电能力啊、电信专业啊，
啊，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专业，就这么简单讲好了，或者你有建筑专业，对不对？就回到老师跟各位讲，你必须要有一些证书了，去证明你自己是能够做些什么的哦，那你才能够对别人有用，对别人有用，你才有容身的空间。所以老师讲了这么久，其实世界各国的一个进程都是跟老师所预测的是差不多的。你没有技术，你不要跟我讲你很有用；你没有技术，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为了民主的自由来我国家，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为什么？因为我的国力是有限的，我优先在这个乱世里面，我要照顾我原生的国民，对不对？我怎么会照顾你呢？是不是？你这个外来人，你根本不同文不同种，我还要教你英文，你们对还不对啊？是不是？所以说他们需要就是你来就立刻帮上我的忙，因为我的人对这方面可能比较欠缺，需要你带来一些新的活血、新的知识、新的模式。来去帮助我们成长，比如是说，像无论是美国、英国或者是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是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是一样，他们很欢迎有一些老师过去啊，比如说你是亚洲的老师过去，为什么？因为你亚洲的一些教育方式，比如说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东西教授方法，他们的教授的模式啊，在中国已经被洗练得很深了，所以他们一去就可以用新的方法去教授他们这些专业知识，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些的诉求是很够的，而加上他们还有的本地的一些移民或是一些不同种族的，所以说你有幼教资格，但也可以帮他们把他们的孩子给带好，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人力节省到其他地方去发展。所以很多事情回应到老师给各位的一些啰里吧嗦跟一些预测，就是已经要告诉你，这世界上需要的是技术，需要的是技术，需要的是技术。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吗？好，那我们时间已到了，老师已经基本上没什么休息时间了啊，但是我还是没讲完，没讲完就算了吧，好吧？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好吗？好，感谢 Jeff， 感谢 Jeff 枪啊，感谢 Jeff 枪哈，感谢 Jeff 枪的一个赞助哈。刚开始没声音，我知道，我说后面修了，感谢 David 赞助，感谢 David 赞助，谢谢哈。感谢各位的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感谢各位，好吗？感谢，非常感谢啊，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中国经济什么时候才有点起色呢？中国经济一直都有起色啊。在中国，各位老师还是跟你讲一句话：你在中国，你人在中国，你一定要有技术，不要跟我讲你现在做什么大生意没有用啦。我跟你讲，真的没有用啦。你不要去想是说我做什么生意可以赚钱，做生意你是基于你对他人有用，你能够想到了，在过去10年之间，别人都去干了啦。你再怎么玩，你现在不要跟我讲，你开个超商、开个超市，或者开个网约车，你可以发财。我告诉你，在中国啊。我们讲一个最保守的好不好？在中国10年内啊，你网约车的生意都没了，外卖员你可能也都要开始慢慢吃瘪了，你可能在4、5线城市才有外送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卫星，中国有北斗，到最后网约车全部都给你网络上派车过来的。10年内，中国网约车跟外卖至少消失80%。那你要怎么活下去？你当然靠的就是什么？靠的就是你有技术，你可以对他人有用。对不对？你要对他人有用，那你要有技术证明我这有用，那你才能是有用的人。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我举一个最近常常跟很多贵客讲到一件事情，都会浪费大家几分钟的时间。今天如果你一个人你要一个人，我们就讲的很简单一点，好像老师家里打扫真是比较弱一点啊。为什么？因为我跟金老师都很忙，都很忙。那你今天如果我要请一个保姆过来就是请我们的一个钟点工进来帮我们处理家务。一个管家我们现在没有不要说佣人了，时代不一样了，叫管家中国叫保姆。那请问一下，他给你现在保姆公司或者是管家公司给你10个人去选，对不对？那每一个呢都号称他有10几年的家务经验，做得很好。但是其中有一个经验不多，28岁，但是他有中厨执照、西餐执照，还有甜点执照，甚至他还有水电执照，对，还有保姆的资格。请问一下，我家里有小孩。我又需要是说我回来就有饭菜可以吃，我会先请一个60几岁的吃香老太太来帮我做这些事情，还是40岁的家庭主妇有20年的家务经验，还是请这个会有中餐执照、西餐执照还有保姆，还有那个一个什么幼儿执照的人来家里会比较放心，甚至搞不好还有那个什么甜点执照，不一定不一定，每一个人选择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是说那个年纪大的可能比较会做事，但是呢。你不会排斥一个他有这些执照的人来你家里工作应征，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要懂得什么东西来证明你自己有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执照跟资格证这些东西来证明你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有这样的资格。除非你现在在台币
相对于台币来讲，你有3000万以上的存款，而且你零负债。在中国，你有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存款，而且你是零负债哦，全款买车，全款买房。那么你在跟我讲，老师，我真的不需要这一些。如果不是，那你至少你是退休人员，你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退休金，至少5、6千块人民币。那你也可以跟老师讲，我不需要这一些。如果你都不是上述这2个人，那不要跟我讲，我现在是什么大公司的老板，我现在是什么样的高管，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专业经理人。这些东西年纪一到，你比不过未来的00后跟10后这些猛虎作家，他们的创意、想法、能力、学习速度跟耐受力绝对比你来得高，不淘汰你，为什么？不信你叫一个30岁的人，过去可能讲35岁，30岁的人，你现在丢到职场上去应征，容易吗？你做业务可以，做其他的，对不起，他会找年轻刚毕业的，好训练又便宜。谁会找30岁以上的人？更别说35岁、40岁的人。老师这个年纪的人，我去投履历，我告诉你，我除了干保全跟送快递之外，我还真没出路。不要说啊，老师你这么多的经历，这么多的技术，我没有这些执照的话，我真的只能跑快递，我也只能当保全。为什么？因为我能出的就只有我的时间跟我的体力，其他没有了嘛。但是我有其他执照啊，我有其他资格证，我就可以证明我更有用处。当然，我真的去上班，我的收入当然还是会有。这差别是在这里，好吗？然后中国经历哪一年好过啊？不也成全在第一家，这也蛮好笑的一件事情，好吗？你是50岁以上的老师，你看掀起50岁以上，50岁以上什么东西？不是很懂你的意思。好，不好意思哦，我没有办法问到你的想法。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事情一定要去想哦，一定要去想，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它一定是技术导向。如果连欧洲、澳洲好，还有是美国，他们开始以技术导向为主的时候，你身为一个亚洲人，你能够去说，我们亚洲就只要靠你有一个文凭很漂亮，大学毕业、博士毕业，你就一定有好日子吗？没有了，我告诉你，你现在就算拿了博士学历了，你去回到高校里面、大学里面去任教，你也不过是1万多块人民币的收入，是不是？你跟跑外卖的没有什么差别，外卖的也可以跑到1万多块的收入啊，不是吗？所以说，在无论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一样的，你没有专业。你没有资格证，你啥都不是，你啥都不是。记住老师这句话，对你的小孩，你要去提醒他，你不要只会念书，你也不要只叫小朋友你只会念书就好，你只会念书，未来就死路一条，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的，好吗？乌克兰征兵征到45岁哈，我们都乌克兰征兵征到45岁哈，我们一起上去，好，我们一起上战场，好吗？好，后面事情讲不完哈，那最后老师还是提醒一下哈，那个还没报名点灯的哈，那无论中国可以用银联卡去我们的国际版里面去报名。那明天晚上老师尽量把这个支付宝版的把它做出来，因为这个技术问题老师很久没碰了，一直修不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 P6年我们还正常进行的各位的报名，好吧？这个我们就年底了，我们赶快把为明天来去做准备一下。好，那不好意思占用大家多一点的时间，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